这个单元，同学将使用到的硬体：工业控制主机、工业用模组电源、背板模组，以及4个 I/O 模组。我们首先介绍的是主机 Apex5580，它采用了 4GB 内存的4代 Intel 处理器，内部 Mini PCIe 板则提供 3G、GPS、GPRS 与 Wi-Fi 的功能。在外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天线口、一个音讯口、一个 SD 插槽、一个序列副、一个 VGA、2个 USB 2.0、2个 USB 3.0 以及2个以太网路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 Reset 按钮，压下后可以将主机恢复原厂设定。接着介绍的是背板模组。背板模组的功能是主机与 I/O 模组沟通的底板，同时为插在上面的 I/O 模组提供电源。背板模组上提供2个 I/O 模组插槽，并且在每个背板两侧都有扩充端孔，可以简单的连接两侧背板，很容易形成远端扩充。背板模组也能单独给予电源，并且透过下方的以太网络副交换资讯。接着介绍的是 I/O 模组，在每一个模组上下方都有一个卡榫，功能是与背板模组连接时固定用，并且在每个 I/O 模组右侧都有接线图。同学必清楚接线的方法时，可以照上面的方式连接。接着将为同学介绍每一个模组上方颜色所代表的意思。首先我们看到绿色，绿色代表的是类比输入模组。类比输入提供12个 port， 每个 port 的最大解析度为16 bit， 并且设有直流2500伏的过压保护。在模组的右侧，接线图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12个直播开关。这12个直播开关的功能是设定模组可以输入电流或电压源，同学可以依据需求进行切换。接着介绍的是蓝色，蓝色代表的是类比输出模组。类比输出提供8个 port， 每个 port 都有独立的电源与电压接角。我们拿出接线图，这边就可以看到电流与电压角的连接方式。类比输出的每个 port 最大解析度为14 bit， 并设有短路保护。接着介绍的是黄色，黄色代表的是数位输入模组。数位输入提供24个 port 与2个 COM。我们拿出接线图，从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每12个 port 与1个 COM 组成回路，2个 COM 构成的回路是各自独立的。另外 port 提供 Sync 与 Source 两种输入方法，两种输入方法差异是输入电压为正电压或者负电压。这边要注意，额定电压为24伏，同学不可以接超过此电压。接着介绍的是红色，红色代表的是数位输出模组。数位输出模组提供24个 port 与2个 ground。我们将接线图拿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2个 ground 是连接在一起的。数位输出的 port 只支援 Sync 输出，额定电压为24伏。接着介绍 I/O 模组的 ID 旋钮，在每个 I/O 模组上方都有个 ID 旋钮，数字范围是0到 F 共16组，功能是设定模组的连接编号。同学可以使用1至起子进行调整，防止模组 ID 互相冲突。在数位模组的背面，还有一个 ID 直播开关，可以将 ID 增加至32组。
因此每一个 Apex 主机最多支援16个类比模组，或者是32个数位模组。接着介绍的是 I/O 模组错误 LED 灯指示。错误1 ，I/O 模组位于背板正常连接。首先我们将 I/O 模组一端接入背板，我们可以看到模组上 LED 会重复闪烁。接着我们将模组断电，并完整连接背板。接着再将模组上电。在主机正确读取到模组后， I/O 模组上 LED 灯会恒亮，模组正常工作。错误2，背板未与主机正常连接。当背板模组与主机正常连接时， I/O 模组上 LED 灯恒亮。接着我们将背板模组退出连接埠。我们可以看到 LED 会连续闪烁2次。错误3 ，I/O 模组 ID 冲突。首先我们将 I/O 模组放入背板，接着调整模组 ID。当两个模组 ID 相同时，我们将模组上电。我们可以看到 ID 冲突时 ，LED 会连续闪烁4次。硬体设备到这边结束，接下来将教导同学如何使用 Codesys 连接 Apex 主机。这边将借由5个步骤引导同学连接硬体设备。步骤分为：1、更改开发硬体；2、连接 Device； 3、加入背板模组； 4、加入 I/O 模组； 5、DO 模组测试。首先我们先进行1、更改开发硬体。在左边我们找到 Device 后，右键点选 Device， 接着点选 Update Device。在 Vendor 这里，我们选择 Advanced Tag。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开发硬体，我们选择中间的 Advanced Tag Control X86 RTEv3。这边同学要注意，这一个版本必须与主机 Apex 的版本相同，否则等一下连线的时候，主机可能会出现错误。接着我们点选下方的 Update Device， 这样我们就完成更改开发硬体。同学也可以在 Device 后面看到开发硬体。接着我们进行2、连接 Device。首先我们必须先确定使用的电脑与主机 Apex 在相同的网域内，我们就可以点选 Scan Network。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主机 Apex 的编号。同学选择要连接的主机编号后，就可以按下 OK。我们可以看到 PLC 右下的绿色灯亮起，表示主机与 Apex 连接成功。接着我们进行3、加入背板模组。同学再次右键点选 Device， 接着点选 Add Device， 在这边找到 Backplate， 它就是背板模组。接着同学点选下方的 Add Device， 加入它。这样我们就加入完成了。接着我们进行4、加入 I/O 模组。首先我们必须先编译并执行程式，让主机 Apex 召取 I/O 模组。我们先压下上方的 Login 编辑，接着按下 Start， 这样主机就完成 I/O 模组抓取了。接着我们按下 Stop 与 Logout 退出，然后我们在右键点选 Backplate， 接着点选 Scan for Device。这边我们可以看到4个主机所抓取到的 I/O 模组，我们将这4个 I/O 模组都选取。接着我们压下 Copy to Project，
这样我们就完成加入 YO 模组。接着我们进行5DO 模组测试。首先同学先点2下 Apex5046， 它是 DO 模组的编号。接着我们来到它的 Status IO Mapping，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DO0 到15、DO16 到23，共24个 port。我们展开 DO0 到 DO15， 接着我们编译并执行程式。这边我们看到目前所有的 port 都是 false， 就是 port 的输出是0电压。接着我们找到 DO 的 prepared value， 点选 DO0 的这一个空格，出现 true 后，我们压下键盘 F7， 这样就强制更改 DO0 的输出为 high， 也就是 DO0 的 port 输出是高电压。同学可以查看模组 DO0 的 LED 灯是否亮起，确认 codec 正确完成连接主机。接着我们再将 DO0 关闭，接着退出程式。单元3解说到这边，接着我们进入单元4，